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激战2新手入门职业推荐。看到我这狼狈的样子了吗？这就是选择错误职业开出的结果。激战2不同于其他魔幻世界游戏，没有指引系统来规定要去做哪个任务，主要靠自主探索。在探索中的会经历一些事情，获得乐趣。如果选择不合适的职业入门，很快会被野怪打到吃键盘。别慌，那只是个教学示范。今天我就要来拯救那些在泰瑞亚大陆上被野怪追到怀疑人生的朋友们。我敢说，你们问遍所有老玩家，99%的人都会告诉你们，新手入坑选游侠就对了。好了，废话不多说，今天咱们就来详细说说为什么游侠会是开启奇幻之旅的最佳伙伴。首先，我们来说说游侠的第一个核心优势：超级强的生存能力。新手最怕什么？不就是被怪围殴，然后屏幕一黑吗？但是游侠你根本不用担心，因为它有最忠诚的伙伴宠物。你的宠物可以帮你冲锋陷阵，帮你拉住怪的仇恨，让你有足够的时间在后面安全输出。除了宠物，游侠还有各种治疗和闪避技能。可以说，只要你不主动往怪堆里冲，游侠几乎是死不掉的。游侠的第二个优点，操作简单，易于上手。很多职业的技能循环复杂，得像绕口令，但游侠不是。它的技能设计非常直观，你只需要简单的按下几个键，就能打出不错的伤害。这对于刚接触游戏的新手来说，简直就是福音。第三个优势，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功能全面，能抗能打能控。它抗你打，一起控。一些宠物有控制技能，而游戏武器精英也有控。别看它上手简单，就觉得它没啥用。游侠不仅能打出可观的伤害，还有各种控制技能，比如定身、减速、流血等等。这让你在单人探索时能轻松应对各种情况。就算孤身一个人，没有朋友伙伴，面对一堆野怪，拿些挑战点也不成问题。因为游侠有最好的伙伴——宠物。游侠在野外大型的团队动态事件中的生存作战表现也同样亮眼。团队大战中有了队友帮助拉康怪物，咱们游侠可以和宠物合为一体作战。合体后，宠物精纯的能量属性能够淬炼游侠的筋骨，大幅增强生存输出的能力。像这样大型的动态事件，游侠的武器组合建议长弓和双斧，虽然输出稍弱一点，但可以轻松获得更多的野怪资源和奖励。可以看到，有队友拉康怪物的情况，游侠可以安全生存，而队友却是抗住不倒下。这样新手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不用担心被野怪制裁了。看到有队友倒下了，我们也赶紧把队友拉起来。激战的队友氛围还是很不错。等我们游侠体验够了舒适安全的感觉，也可以像队友一样选择一些冲锋陷阵的职业，体验一波被队友照顾的温暖。还有，动态事件结束后，别忘了领取宝箱的奖励。下面详细说下游侠的宠物技能和获取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宠物在没有合体的情况下 ，F2 键是控制宠物的技能施法。点开宠物的头像，打开宠物的管理面板，有详细的宠物技能和属性。再点开宠物头像，可以看到有哪些宠物已经获得了，哪些等待获取。不同的宠物有不同的属性技能。我们看一下宠物的不同技能释放效果。注意看红色血量，我们按 F5 可以和宠物合体。宠物合体后，注意我们的血量以及其他的属性都得到了增强，相当于开启了天火3旋变。同时获得了3个宠物技能，每个宠物合体后的3个技能都是不一样的，对于新手入门来说，增加了还多的乐趣。这些是这只白狼的技能属性。可以看到，这只狼的血量是接近28000，相当于一个队友在帮游侠抗住野怪作战。下边的是2个水下宠物，有的只能在水下使用，同样有水陆2栖宠物。看下宠物如何改名字，在白狐头像上方有个绿色羽毛笔，可以自定义名字。游侠的宠物特别多，大多数都散布在野外，需要跋山涉水的去寻找。但是不用担心会有别人去抢，更不需要定闹钟等刷新点，每个地图都有。而且宠物系统是游侠独有，其他职业没法体验获取宠物的快乐。随着版本更新，宠物会更新更多。如果你不喜欢白狐，更喜欢白虎，
那各位游侠们，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跨越千里寻找白月光的快乐吧。白虎就在山顶上边的洞里等着你。催动全身的灵气才找到你，有2只呢，不知道你更想带走哪一只呢？按 F 键就可以轻松捕获啦，游戏就是这么轻轻松松，不干不氪。接下来我们详细说说为什么推荐游侠作为新手入门的职业，而不是其他的职业呢？让我们来看一下其他职业对于新手的优缺点吧。首先，和游侠类似，又是有宠物的职业，但它是可以有一堆的宠物，2个、3个、4个。但不同的是，它的宠物不是野外捕获的，而是通过技能升级加点的技能从冥界召唤出来的。这个职业就是死灵大法师。为什么不推荐新手入门用死灵职业呢？相比游侠，缺少了很多的乐趣，新手容易被劝退，属于比较偏向数值怪的职业。其次，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战斗和输出方式。精英技能可以进入死亡之木状态，变成2个血条2条命，可以说生存能力也是超强，但输出方式不够直观，没有游侠的打击感，不太适合新手入门，适合该体验的乐趣体验过，后期追求下数值体验。游侠的核心循环就是射箭和放技能，非常直观。而死灵法师虽然也有简单的输出，但它更多的生存手段依赖于进入死神之木形态来抵挡伤害，这对于新手来说需要一定的适应和反应时间。说下另一个比较有趣的职业，工程师。没有推荐工程师，主要是因为对于纯新手玩家来说，工程师这个职业的学习曲线确实比较陡峭，操作也相对复杂。武器技能复杂，工程师除了常规的武器技能，还能通过携带的工具包 kits 来切换出多套完全不同的技能组，比如炸弹包、手雷包等。这意味着你需要记忆和掌握更多的技能，新手很容易感到混乱。工程师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职业，尤其是当玩家熟练掌握了它的多种技能组合后，无论是输出、辅助还是控制，都能在各个领域表现出色。所以，如果你是一名有经验的玩家，或者愿意花时间去钻研，工程师绝对是一个值得选择的职业。但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激战2，想要轻松愉快地探索开放世界，那么游侠、守护者等操作更简单的职业会是更好的入门选择。虽然也有操作简单的职业分支丁真，但是需要后期转职才能使用，不推荐新手入门选择。另一个职业幻术师，幻术师 Mesmer 确实是一个不适合新手入门的职业，但在野外没有队友的情况下，拿单点的强力怪的能力表现卓越。我知道幻术师很酷，分身、隐身、玩弄敌人于股掌之间，简直是激战2里最潇洒的职业。但你有没有想过，你潇洒的代价是什么？而且幻术师的生存能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的隐身和闪避，一旦你没有用好这些技能，就很容易在战斗中暴毙。别让他的酷炫外表欺骗了你，他可能让你在新手村就直接劝退。游侠就是一个下限容易、上限也高的职业，就算你是第一次玩激战2，也能很快找到游戏的乐趣。你觉得哪个职业才是真正的新手之王？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一起讨论。如果你想看到更多的游戏趣事，可以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各位夜灯火的好朋友们，我们下期见，拜拜。